夫妻双方结婚有多久了15年。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感情破裂。有孩子吗？孩子多大了？有13岁。双方律师调解未达成一致的原因是什么？主要是抚养权归属。那是否愿意接受本庭的调解呢？不接受。我接受。理论上，如果一方有异议，庭内会充分给出调解时间的。不用调解，我不接受调解。先好好聊一聊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小然，我们一定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你知道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。谁对谁错不重要，即便是我现在原谅你，我们在一起勉强过日子，你觉得我们还会回到从前吗？没有信任的婚姻没什么可谈的。要么你就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要么我们就走司法程序。又来了，这个家什么都是你说了算，什么都以你为中心。你那些客户，谁不比我们重要啊？啊！现在是你一直坚持要离婚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离婚对洋洋来说，它也是一种伤害？你这是要把对洋洋的伤害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吗？这件事情对洋洋、对你、对我、对咱们这个家都是伤害。那你现在什么意思？我不想跟你吵架，你我都是成年人，你冷静一下，做出选择吧。好啊，我选择洋洋，我不会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就算是离婚，他也跟着我。调解就到这儿吧。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，我们开庭审理，具体时间会出具传票给到双方律师。还好吗？还好。你还是比较勇敢。别看你平时轻声细语的，其实是一个真正有原则的人。倔强有自信，不像有的人，即使被逼到了悬崖边，也未必敢迈出那一步。你呢？还是决定不离开他？我尊重你的意思，但是我特别希望你能走出这一步。谢谢你。你回去以后，需要告诉你的女儿，她将来要面对的选择。这么快就要让她去面对？我想，对方马上就会有一样的动作。我现在需要你告诉我，你们在生活中承认所有的过错，主观的、客观的都可以。这是唯一的方法吗？你的第一诉求是要孩子的抚养权，对吗？如果真的要离婚，是的。那你必须完全的相信我，我才能帮你完成这个诉求。
好。哎，马老师，你好。真的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啊。没事，这孩子来了生病了嘛，是得过去看一看。啊，洋洋，跟老师说再见。哎，洋洋，再见啊。马老师再见。哎，洋洋，你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？哎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你来接我，妈妈是不是不知道？我没跟他说。你们俩确定要离婚了吗？我也不想这样，但目前的状况，可能我们会分开一段时间。但这不代表我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，并且会比以前更加爱我的吗？妈妈也这么呼我。洋洋，你是不是特别生我的气啊？我怎么能不生你的气啊？我之前就预感到，你和妈妈之间肯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我紧赶慢赶提醒你们，你们要是对对方上点心，至于到今天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先去看看奶奶。走。来，给你的玩具。洋洋，以后就跟爸爸和奶奶一起住吧，好吗？妈，你不是高血压头晕吗？你赶紧躺下休息会儿。我那是被气的，我现在一看见洋洋啊，我什么都不高了，我头也不疼了。妈，那既然你没事了，要不我现在给你办出院？出院？出什么院呀？我不出院，我得让陈冉知道，他都把我气得血压高了，都气住院了，我得让他难过，我得让他内疚。哎，对了，你可不能告诉他洋洋在咱这儿呢啊。哦，他们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了，你说的吧？你傻呀你！你怎么能告他洋洋在这儿呢？他们该把洋洋领走了，你缺不缺心眼儿啊你？是我和妈妈说的。姐夫，阿姨，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。那天在学校门口，我年轻不懂事，太冲动了，所以我今天来跟你们说声对不起。然后我听说因为那件事儿，阿姨血压高住医院了，我特意去买了点能降血压的橙子和猕猴桃来看你。得，你甭道歉，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，赶快走啊！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没安好心。你拿点什么什么破水果啊，什么猕猴桃啊，什么葡萄，乱七八糟，你就想把我孙女骗走啊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妈，赶快走！妈什么妈？这叫医生来，这医院什么猫啊狗啊都放进来了，这是什么医院？赶快轰走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走。走啊！哎呦，气得我这头这疼哦！哎呦，洋洋，来吃一个。郑哥，我跟你解释一下啊，我今天把洋洋接来，一呢是给他买了一个他喜欢的玩具，这是我很早以前就已经答应他的。二呢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，洋洋就是最好的降压药。这些事情我已经跟小冉说过了，怎么，你们不放心我，非要跟到这儿来啊？对不起，那天学校的事儿，我做的不对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你不对的地方不是在学校门口，是你背叛我姐的那一天。你怎么说话的呀？好歹我也是你姐夫好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跟小冉之间的事情，你少掺和。当然，你要掺和也行，你回去劝劝小冉，别跟我离婚。你认识我姐的时间要比我跟她认识的时间更长吧？我姐是什么性格你还不了解吗？别人能左右她的决定吗？在你伤害她这么深的情况下，
他都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你的不是。所以，我希望你放弃洋洋的抚养权吧。哼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好歹也为这个家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。洋洋是我的女儿，她的成长离不开我，离不开我的照顾和陪伴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小冉，如果她真的要跟我离婚，行，孩子的抚养权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啊，还有啊，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，等我什么时候把这边安抚完了，我再把洋洋送回去，好吗？哎，我来看你们，我没有跟我姐说，我姐不知道，我们就在家里等你。你说到做到啊！要不我再去医院找他们一趟吧？再去？你去过医院了？你去找过他们了？我去了。我去，就是想跟他们道个歉，因为我不想因为那天学校门口的事情，他们又在背后搞小动作，所以我去了。别再去了。他会送洋洋回来的。还能相信他们吗，姐？万一他们又耍无赖，不把洋洋送回来怎么办呀？有一点我确定，我跟简佩然都是爱洋洋的。要是将来洋洋没有选择我，那只能说明我不是个合格的母亲，没有资格和能力抚养他。你懂吗？再等等。我知道，你去医院是为了洋洋，不是为了洋洋，最起码这次不是。这次我是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想要保护姐姐，想要争回洋洋，所以才跟他们动了手。没想到我最后把事情弄得更糟糕。我想安慰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哭的姐姐。但是因为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弟，那样的话我总是说不出口。我也想着什么时候我可以给姐姐做一顿饭吃，但是因为姐姐每次都工作得太晚了，所以每次做好的饭一遍一遍的热。我想为姐姐做些什么，想着能够帮姐姐分担一些什么。可是我就什么都做不了，也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更擅长的事情了，所以才想到了替姐姐去低头道歉。因为从小就活在了别人的指指点点里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弟弟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别人道歉啊。我们没有做错什么，我们不需要跟任何人道歉，听见了吗？我们是姐弟，是一家人。我们在一起。
已释然，有爱。不管幸福描绘多迂回。别看了，我爸已经走了。奶奶怎么样了？爸爸都和我说了，他尊重我的选择。爸爸和妈妈在这件事情上都不会强迫你，但是可能需要你出庭，给出答案。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妈不应该让你经历这些。对不起，我不想让你们分开。对不起。跟你爸爸现在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出现问题了就得去解决，去面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后分开了，不能在一块生活了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爱你了，我关心你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以后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的，带你出去旅游，只要有时间了就去接你放学，按时给你开家长会。你看，这本书你还记不记得？妈妈以前总给你读的。这里面有一个男孩子，他爸爸妈妈也离婚了，他过得也挺快乐的，是不是？妈妈希望你跟他一样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。我们会更加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陪着你一起长大。
吃个早餐吧。不了，洋洋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姐。走了。喂，你现在需要卧床休息几天，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们医护人员。谢谢。对不起，这种时候发生这种状况，说对不起的人不应该是你。或许你现在比我更需要下离婚的决心。说起来很可笑。我答应过不少类似的案子，但一旦在自己身上，却无能为力。这些就是证据。在这件事上，你不是弱势。婚姻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承认，它也没有法律条文那么一清二楚。你可能对我的家庭状况不是太了解，我父母都很传统，他们不接受一个离婚的女儿。而且在青海的这些年，我只有自己，我一直是自己在孤军奋战。如果这件事情上了庭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蒋琼律师是一个连自己的婚姻状况都处理不好的人，说不影响案源，你信吗？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些，葬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戏演的多了，是会自我催眠的，会相信它是真的。你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律师，前途不量。你的婚姻已经对你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，你不能葬送在这里面，你必须走出来。律师只是我的工作，除了工作，我还是我孩子的妈妈，我还是我父母的女儿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像你一样勇敢。不过我会去法官申请，改期再上庭。不用改期，今天开庭，按照原计划。不是，可是我现在别忘了，我也是个律师。对不起，我掉链子了。真然，我相信你，但同时我也想提醒你，上了庭，你却要忘掉你跟简培仁所有的感情，因为我相信，对方一定不会留余地的。我懂，好好休息。抽屉里有这次案件所有的材料，你看一下。
等我的好消息。全体起立。原告，你的律师没有到庭。审判长，我自行出庭。现在开庭，请被告律师发言。被告简佩然在婚姻期间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包括女儿简小晨的教育以及整个家庭的生活起居。简佩然去东北工作之后，原告陈冉叫外卖的次数远远超过了自己做饭的次数，甚至很多时候是让女儿一个人吃饭。接送孩子上学放学，大多数是由简佩然的母亲郑文娟女士负责。原告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和义务。我方认为简佩然更适合照顾女儿，抚养权应归属被告。我方认同平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，按照原告的经济能力，需每个月支付抚养费15000元。原告发言。我方同意平分夫妻共同财产，但是对方律师刚才所说，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，这点我表示反对。在被告去东北之前，他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确实是比较多的，但是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共同选择的家庭生活分工，也是经过双方慎重商量以后做出的决定。至于对方律师说我们1日3餐吃外卖的情况，并不是这样的，大多数的外卖都是因为我在陪孩子去补习班的路途之上，因为时间紧凑才造成的。我认为，一个孩子的成长，最重要的是陪伴和情感，而不是由1日3餐所决定的。我承认，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，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，我的工作很多时候是要出差和加班的，我没有能像其他一些母亲一样，每天按时回到家里，时时刻刻陪在我女儿身边。但是只要我回到了家里，不管有多累，我都会努力去尽到做一个母亲的责任。孩子过生日，我没有忘记，因为工作忙的原因，我可能没有在那一天陪孩子一起过生日，一起吹生日蜡烛，但是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，把生日礼物送到孩子的手里。谢谢妈妈。可能这份礼物在孩子来说没有那么贴心，也没有那么及时，但是他知道这是妈妈的心意。他的生日，妈妈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孩子的亲子运动会，我跟他一起手挽手，一起奔跑，一起欢笑，一起庆祝胜利，庆祝我们得了第1名。我得知孩子摔伤的时候，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作，从瑞士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连夜赶到医院去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妈妈的陪伴。还有我陪孩子参加他喜欢的明星的粉丝见面会，我告诉孩子，明星也是在努力拼搏的，因为他们的努力拼搏，才会站在台上接受别人的掌声。还有孩子人生当中的第1次例假，
也是我们共同见证的。所以孩子的每一次成长，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。被告律师，就算原告所说属实，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：原告的工作伙伴，也就是原告的父亲，因涉嫌犯罪被羁押，导致原告的收入锐减。由于原告习惯了大手大脚的花销，不善家务，没有办法由奢入俭，这将来怎么保证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稳定的生活？恰恰相反，被告为了赚取更多的薪金，只能放弃和妻子、孩子、母亲相处的机会，主动申请调职东北，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，尽到了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所以，我方坚持认为，孩子应归父亲。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，这不是我的错。父母对我都很呵护，吃穿不愁，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养成一个娇生惯养的习惯。我跟被告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两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双方的大部分收入都会放在一个公共的基金账户里面，谁要有需要的时候，谁就可以拿去用。这个被告是清楚的，账目被告也是清清楚楚的。刚才对方律师说我花钱大手大脚，请问有什么证据？你现在就可以问一下被告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奢侈品吗？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名牌的服饰吗？我向被告要求过非要去高档的饭店消费，并且住5星级的酒店吗？我们家里平常是这样的，条件好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可以去多享受一些；条件不好的时候，没有条件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踏踏实实、好好的一起过日子。这些我们所有家庭的开支开销，在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。去年我的工作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困境，我也确实花了大多数的时间、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，但是因为我想提高我们的家庭收入，在这期间，为了开源节流、节省开支，我们也由原来的大房子搬到了更加经济实用的居所。这些被告都是知道的，也是经过我们共同商议以后才做出的决定。用心工作，努力创造财富，改善家庭生活，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守护这个家的一种方式。来吧，快乐碳酸饮料，来一杯，给小朋友壮壮胆。不需要。行了，你就别跟我装了啊！害怕就害怕吧，喝吧。那我要是不害怕，他们就能不理了吗？够呛啊。那你觉得我该选谁？不用说了，你肯定想让我选妈妈。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选我妈吧，我爸怎么办？选我爸爸，我妈怎么办？以前我觉得他们都忙，把我撂一边儿。现在倒好，我真抢手。那舅舅，你是怎么扛过来的？我和你现在差不多，也挺难过的，但是扛着扛着过来了。因为你的家人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，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发生变化而对你的感情有变化，而且他们对你的爱也永远都会超越你自己的预估。
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了，小朋友啊。能别叫我小朋友？那我叫你什么？叫外甥女儿。那舅舅，无论我选谁，他们都不会生气吗？不要把他们想得这么狭隘。所以你到底要选谁啊？所以你到底要选谁啊？宋律师一个人在吃饭啊？宋律师，你这个案子办得真不错，难怪有人常说，一个案子可以让一个律师成长起来。宋律师，我记得这个案子我们好像是联合办吧？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用点评的语气啊？联合？宋律师是高估自己呢，还是以前语文没学好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联合，我只知道叫配合。那可能孙律师有所不知，我之所以愿意来办这个案子呢，是因为黄主任答应了我，如果这个案子办成了，我将会成为成泰的高级合伙人。不然我为什么会愿意跟你来办这个案子？你说对吧，老孙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宋律师，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我就回静海了。不过我要提醒宋律师一句，红丽的签字尽快拿到手，快要开庭了。那我也提醒孙律师一句，你知道黄主任为什么会同意我来联合办吗？因为孙律师你来了成泰之后没有办成过一件事情，主任对你很失望。黄阿姨，我帮你打吧。以前啊，孙坚每次回来都是这个点儿，会在小区门口等我，一把拉住我，大包小包的往自己身上拿。我们一起在小区里边有说有笑，一起回家。对不起啊，又让您想起伤心事了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一个人一个命。如果孙坚能像你一样，安安分分的做一份他喜欢的工作，这个点儿应该已经在家吃饭了。跟我进来吧。被告代理人，我想请问原告陈冉，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？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？大概几个月前。仅仅几个月，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？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，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，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。你是否觉得这些，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？对方律师刚才用“陌生人”这3个字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，我表示反对。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。在我爸爸去世以后，
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，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，有异议的话，那我也只能说，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。那我想请问，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？是。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，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，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？没有。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，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，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。以上所说是否属实？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，也是我爸爸的徒弟，我的师哥。关于爸爸的案子，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。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，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？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。那天正好是在家里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。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，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？对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如你所说，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，可是根据你女儿说，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。我想请问，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，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？清者自清。我的询问结束，谢谢。审判长，我想指出，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，只是他的个人阐述。我们有必要怀疑，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。审判长，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，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。作为证据，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，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。如果有，请对方一并交出；如果没有，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，否则会有诽谤、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。审判长，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，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。播放视频。这间房，从我儿子走之后，我都没有勇气敢进来。这孩子呀，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，一直都是靠自己。那是他的奖状。他创业这么久，
一直跟我们说，什么都很顺利。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其实，只要他开口，我们哪怕是倾家荡产，都会帮他把这个窟窿给填上。可是这孩子啊，就怕我们受罪，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这是他跟联创签过的理财合同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不敢仔细看。宋律师，你懂法律，能不能帮我儿子把联创给打赢？这个世道总是要讲点公平吧，总不能什么都由他大集团说了算吧？那个姑娘来找过我，看得出她并不是想脱罪，她也是想实打实的，想为孙坚做点什么。这些天的事情，我也想得清清楚楚了。从她的嘴里，也知道了孙坚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赚钱。说白了，就是想让我们老两口能过上好日子。我先生平时就在汽修厂打打零工，而我也只能帮人家搞搞卫生、带带孩子。就这么一点点的散吧，相信总有一天能帮儿子把债给还上。您刚刚也说了，孙坚希望你们过上好日子，但现在全家举债，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，对吧？我相信您很爱他，所以我相信您会选择让他放心的生活。喂，方律师，我不是说过了，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？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，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，让法官相信最重要。我就离个婚，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？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，既然已经开始了，对方死了你才能活。我不认同你的观点，好吗？你离过几次婚？1次是吗？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？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，赶快另请高明，现在就跟法官说。其实过程无论如何，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。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，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对方是有些龌龊。我这就是离婚官司，很难体面。这些短暂的不愉快，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。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。如果不是对方刚才说了泼脏水的话，你应该不会把曹慧的事说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我看到了，开庭前，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。洋洋马上就要出庭了，幸好他没看到这些。法方会保护好洋洋，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。简小晨，在法庭上，你要如实作答。
请被告律师提问。简小晨，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。你在家里的时候，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？她不忙的时候，会送我去上学，接我下课，去辅导班。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，比如，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？有时候有。就是说偶尔有。反对，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。可以继续。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？有时候妈妈要加班，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。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、游乐场。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，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？是。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，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？她是很忙，但是妈妈也问过我，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。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也为她的工作骄傲。简小晨，我想问你，在你爸爸去东北之间，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？应该有。妈妈不让我打游戏。除了玩游戏呢，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？请回答我的问题。反对，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。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，我请求提问继续。被告律师可以继续。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，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。反对，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，对孩子是一种误导，也是一种伤害。对方律师，请你注意措辞。好的。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？是有，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。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，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？反对，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。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。我可以说两句吗？你请说。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。在我心里，他们都很爱我，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。如果分开，他们可以快乐一点，也可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爱你们。就这些。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洋洋，妈，妈妈想问问你，平时妈妈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？有哪些缺点？很多很多。好，那你跟妈妈说说。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，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。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，让我别驼背。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。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。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喊句妈，她回句哎。
原告，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？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，为自己争取权利。在这个案子里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，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，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，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。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，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。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的去营造过这个家，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，所以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并容相见。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，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。洋洋今年13岁了，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。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，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。洋洋，妈妈特别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有了你，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、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有你，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。谢谢。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。所以，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，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，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，永远也不会减少。陈述完毕。简小晨，法官想问你，如果爸爸妈妈分开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？全体起立。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，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，准予离婚，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。在原被告生活期间，双方共同抚养女儿，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、学习状况较为了解，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，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。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，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，有母亲陪伴、照料和教育，比父亲更为有利。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，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。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。据此，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，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，至简小晨18岁止。现在闭听。
妈妈要去见个人，你跟舅舅先回家好不好？我们陪你一块儿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在家等我。走吧。走吧。舅舅，外公和你妈妈的婚姻也这么多事儿了。只能说比这个更复杂。但是你今天表现挺好的，特别勇敢，比我当时可强多了。所以，我奖励你，想吃什么说吧，我去给你买。不用，那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园。我还得上课呢。行啊你啊，你现在知道自己主动学习了，真棒。我爸妈都离婚了，能心疼心疼我，别说话带着嘲讽。不是我怎么嘲讽你了？你们女孩子作是不是都没有年龄下限的？要是你在我们学校还这么聊天，肯定没人和你玩。唉，行，看到你这么跟我对着干，我就放心了。放什么心？因为我知道爷长大的不容易啊。你瞪我干嘛呀你？说吧，想吃什么？我赶紧现在去给你买。不吃。姐，医生说了，你得减少工作量了。是减少，又不是说没让工作，我会注意的。可是现在这律所的事还是很多啊，要不我在办公室给你换个更舒服的沙发吧，然后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就躺着，指挥我就行。哪有那么夸张？啊，大夫不是说了吗？孩子很健康，很稳定，你放心。再说了，当时我怀洋洋的时候，也每天都在工作，在上庭呢。你看洋洋现在多健康。可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，姐？你现在可是咱们律所上上下下所有人全票通过的高级合伙人。你看，除了案子，还有律所的事务，还有……好啦，我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，减少遗憾，我尽量做到平衡，好不好？越来越发现，女士们不容易啊。你的研究生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绝对稳妥。加油！那姐，我先去外面等你吧。你完事儿了给我打电话，然后我把车开到门口。啊。我知道你来产检，我专门给你买了一些补品。我就怕陈科这小子什么都不懂，照顾不好你。检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？孩子挺好的，很健康。下次产检什么时候？下个月。好啊。那我能不能过来陪你啊？我是想说，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。这在医院产检前前后后都需要有人帮忙。那要么到时候再说。你的工作还顺利吗？还行。新公司有几个大项目都在静海，都是由我负责。